我养大的少年说要娶我，我与他神骨，助他登位。可大婚之日，他最珍视的人却不是我。浮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浮光，你虚伪善妒，将阿芝推下诛仙台，今日我便抽你神魂，以作惩戒。苏儿，浮光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惩戒，只要你跟阿芝认错，留有神魂在，我自会帮你重塑躯体，风族也不会受你牵连。思清，风族养你万年，不想于你而言，竟如刍狗。是你错了，你万不该拿阿芝的命逼我。浮光，神爱众人，可你身为上神却怨毒成孽，轻易抹杀一条生命，你不配为神。去人界磨磨性子吧，待你轮回归来，阿芝气也该消了。就凭他的一面之词，你便将我剥去神魂，打入凡间，你就这么信他吗？我的夫君，哦，不对，是审判官大人。若我再晚一步，阿芝便要神魂俱灭了，你叫我如何不信？那如果我说不是我，你会信我吗？你既已经在心里给我定罪了，多说无益。我会自请去人间，但也请你答应我，看在风族与你有万年养育之恩的份上，绝不动族中任何一人，可以吗，苏儿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迁怒任何一个无辜之人。大人，阿芝姑娘不好了！浮光，你好好反省。问浮光上神安。阿芝，你不是快不行了吗？是不是很震惊啊？也难怪，上神生来便有神骨，坐拥万千宠爱，怎会知道生在泥淖里的蚯蚓一族有何保命手段？阿芝，当年见你受残母责罚，是我救了你，将你带回风族，给你吃穿，
教你法术，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？为何？这个问题，你留着去问风族的几个老顽固吧，这样你们在地下也不会太无聊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好上神啊！意思就是那几个老家伙已经被我杀了。他们生前不是总说我没有神骨吗？那我就用刀一点一点把他们的骨给剔了下来。现在我可是有好几副神骨呢！你这个疯子！不过你放心，他们没全死，至少福林少君还活着呢。他可是继承了封神珠的人，在没有把握能完好挖出封神珠之前，我会好好替你照顾他的。贱人！贱人！都要死了，还不让我好过！苏锦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风族人。你手上有我留下的神力，只要和他接触，他定能有所察觉。我定要你赔上！浮光啊，浮光！事到如今，你竟还把希望寄托在素锦身上！你胡说什么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能在风族领地如此轻易地杀掉那些风族长老啊？我做的一切，你当真以为素锦会丝毫不知？浮光啊，浮光！看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把他给我丢下去！浮光！大人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滚开！我的结局，他不是也参与策划了吗？那他现在又在哭什么呢？你这不长进的泥底蚯蚓，弄脏了进贡给审判司的仙丝，还敢顶嘴！今日我便抽了你的灵髓，贬你下界！参谋饶命，阿芝不是故意的，求求您别丢我下界。残母息怒，我今日是来求取蚕丝的。见这小仙不知分寸，犯了大事，但罪不至此啊。浮光上神，这蚯蚓一族生在泥造，本就卑贱，连这等小事都做不好，继续留在织造殿也是碍眼。既然如此，不若让我将他带回风族吧。哼，阿芝，有浮光上神保你这一次，你还不赶紧过去谢过上神？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。
素儿，瞧你每天冷着一张脸，是有什么不开心吗？来给阿姐说说。我身边这位是阿禅，她刚来我们风族，要不给我们小神君配一名贴身婢女，让她以后陪着你，伺候你，如何？这个小仙君长得真好看，以后我就是她的婢女了吗？才不要！他不要我，他是在嫌弃我吗？也是，我只是一条泥底下的蚯蚓，在这神界根本没人看得起我。哟，这不是那只浮光上神捡回来的蚯蚓吗？在风族生活久了，真当自己是风族的主子了？两位仙君，这是上神要穿的衣物，还请让路。上神心善留你在风族，你倒喘上了。天生没有神骨的虫族，就算在这神界待上10000年，也成不了凤凰。放肆！阿芝是我带回来的人，风族的规矩就是让你们在这欺凌弱小的。上神恕罪。阿芝，别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，没有神骨又如何？在我心里，你与风族其他人并无二别。阿芝，多谢上神。阿芝，你这手艺真是越发精妙了。这衣物上总有一股好闻的香味，清雅凝神，每每闻到，我都觉得能安然入睡。上神喜欢，便是阿芝最大的福气。这香料是阿芝特意从百花中提取的，最是安神。阿芝以后天天给您做，难为你这般有心。今日过后，他便是神界执掌生杀大权的审判神君了。这位肃静神君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他本是风族浮光上神万年前带回的孤儿，谁能想到他竟以惊人的速度，在短短100年间便跻身神界修为前10。100年跻身前10，难怪天尊力排众议，破格授予他审判神君这等要职，简直是旷古烁今的奇才。上神，这100年间，您的修为竟毫无推进，依旧停滞不前。也许是我不够勤勉吧。如今四族表面和谐，实则暗流汹涌。少君抚慰又年幼，难堪大任，您的修为却……这可如何是好？我知道，我又迟迟不见长进，风族的未来确实让人发愁。浮光，我不想叫你师父了。素锦，你这是何意？从今日起，我便叫你浮光，可好？你如今虽是神君，但也莫要坏了规矩。浮光，你嫁我为妻吧，以后我替你守着风族。浮光，你若无能护我风族安宁，便该尽早将风族布防大权与核心命脉交出来。少君福彦年幼，你又是个废人，
今天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风族重地，容不得尔等结党营私，危害族人。按神界律例，当废去修为，逐出风族。这是审判裁决，审判神君饶命！苏儿，如今阿弟福龄还小，难堪大任，而我的修为又不见长进，如今四族异动频繁，这风族的命脉与未来，我便交托给你了。阿芝，在这住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搬走？要是有什么委屈，你尽管跟我说。上神对阿芝的好，阿芝铭记于心。只是如今您与大人成婚在即，阿芝再住在这儿实在不合规矩，还是避嫌独居的好。你这丫头，心思就是太细。罢了，既然你主意已定，我便不勉强你。等我和素静成亲之后，再把你接回来。多谢上神体恤，阿芝告退。神君今日又不在店里。回上神，神君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可有请人去问过？这半个月来，神君整日不见人影，小仙差人去寻了10次，倒有9次是见不到人的。他如今是神界审判官，再加上四族异动，忙些也是应该的。上神，您今天还是不去见神君吗？阿芝说新人成婚前见面不吉利，我便不过去了。对了，阿芝今天回过宫吗？阿芝姑娘已经好几天没回宫了，听别的仙师说，她几乎整日都和素照神君在一起忙碌呢。是吗？那我偷偷去瞧一眼，应当无碍。大人，你真笨，仙又穿错了。好，阿芝，那你再教教我。福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和阿芝在给你绣喜帕上的鸳鸯，你看。为了我们的婚事，辛苦你了，阿芝。能为上神和大人效劳，是阿芝的福气。阿芝好像很喜欢东海进贡的那2颗东珠，正好，一颗用来给我做婚冠，另一颗我想给阿芝做根钗，在成婚当天送给她。都听你的。没想到以前连剑都举不稳，笨手笨脚的小家伙，现在居然还会挽发梳头了。
这不是为了娶你事先做足了准备吗？启禀大人，不好了，阿芝姑娘被护山兽抓伤，危在旦夕。福光，我去就回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了，夜深路重，你别折腾，我去就好，你好好休息。那你把这药带上，我在这等你。抱歉，阿娟伤势太重，我守了一夜。无妨，她没事就好。吉时已到，大婚典礼正式开始。今日风族护佑为新人赐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阿芝姑娘从诛仙台摔下去了。大人，都是阿芝不好，阿芝不该惹上神生气，可阿芝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上神竟如此容不下我。昨晚您带给我的伤药，我刚服下便如白蚁噬心烈火炙烤。今日我来诛仙台散心，上神的人就守在这里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都是伏龙上神授意的，是上神嫉恨阿彻姑娘，指使奴婢推阿彻姑娘下诛仙台的。奴婢也只是听命办事，求大人饶命啊！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苏景，不是我根本没有指使过他，昨晚的药也绝没有毒，你信我。咦，这儿居然会有人！连州，你快看！你还别说，这小丫头长得有点眼熟啊。你说咱们救不救啊？她看起来快被谢长廷的结界撞死了。他这个方向应该是从神界来的，他们那儿的人小气得很，诡计多端的。但是你们为何总是捡些垃圾回来？赶紧把他送走！再有下次，你们跟着他一起滚出修罗道！老谢，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可是活生生一条命，什么垃圾不垃圾的？你那臭洁癖的毛病该改改了，要不以后是找不到媳妇儿的。你说是吧，夫君？你少跟我说涂山的胡话，我听不懂。这都听不懂，老谢你不行啊！闭嘴！夫君，他凶我。谢长流，你就救救她吧，这么好看的丫头死了多可惜。自己带回来的自己处理，休想让我帮你们。血淋淋的，脏死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把它洗干净，绝不让道主大人看见一丝血迹。
不过你上次养的那棵什么草，我已经拔了，粘成药汁了。你不用辛苦，粗活累活全交给我们。你说什么？哪棵草？就你养在房间长着青色小花花那棵啊。涂山秋秋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多谢。能把自己做成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连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都觉得这些伤太重了，他为何会如此狠心？行了，遇到我你就死不了了。现在你只需要记好那些害你的人，等身体好了，一个个打回去便是。哭什么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轻点儿。行了，我那棵养了万年的灵竹也给你吃成了吧？好吧，好吧。不疼了吧？不疼了。那便好，此物珍贵，你且好生带着，莫要弄丢了。这般贵重的东西，你当真要给我？给了便是给了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只管带着便是。那我便收下了。随你。这败家玩意儿，回头得找那老龙再讹几坛千年罪来补补身子。小丫头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我听谢长流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老谢，说您叫涂山秋秋。其实我见涂山姑娘也面熟得很。秋秋，你别靠那么近。老谢刚才都说了，这姑娘常年被毒素侵染，身体里的毒还没彻底清除干净呢，当心她的病气传给你。胡说什么呢？你别理他。姑娘，这是我夫君，他叫连州。一黑一红，你是当年魔界的九尾将军涂山秋秋。将近万年都没听过有人叫尾将军了，一时之间我这脑子居然还没反应过来。那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赶尸人连州。可是这怎么可能？当年的那场旷世天罚，你们不是已经在万年前在那场天罚中彻底陨落了吗？死了。最开始我也以为我和连州死定了，可能是上天看不过吧，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。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你了。万年前在神界，你就是那个经常跟在道玄身后的小徒弟吧？是我，涂山姑娘。当初的事情，我代我师父向您赔罪。陈年旧事了，魔尊挖我湖心是他昏聩，与你这小丫头有什么关系？当时对抗天罚，我也在场。连中大人为了拯救三界，
以身为柱硬抗天劫。后来他的英勇事迹被写进了三界史册，受后代之人世代供奉。当时连天尊都说连中大人已经生死魂消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件事说来就长了，简单点理解的话，你可以把功劳都归在谢长廷身上。喂，你们两个没事别来这瞎晃，吵死了。谢长流，你抱这么多被子进来，你不会是要搬过来和这小丫头一起住吧？他用了我那么多宝贝东西，我当然得时刻守好了。要是他哪天跑了，我找谁哭去？谢长流，你要不要点脸？你活了多少万年，比我和连中秋树加起来都大，人家小丫头才几岁啊！你这个禽兽！你想什么呢？你刚才不还说他是神界来的人吗？我听说神界的人出手都阔绰得很，他家肯定不差钱。等他回了神界，自然就能把我的宝贝东西都还上了，我当然得守好了。这修罗道就我们3个人，你听谁说的？从你们儿子寄的画本上看到的。哼，好你个谢长流！我说最近怎么总觉得叛龟送来的东西缺斤少两，原来是你私吞了！哎呀，九九冷静，冷静一下，别跟这老家伙一般见识。你们两个在我这儿白吃白喝白住了这么多年，我收他点东西抵房租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叛龟那小子还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叔叔呢，拿点东西孝敬怎么了？小气！老不休，连小辈的东西都抢。曾经素儿和阿弟也是这般嬉闹，终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罢了。外屯金兽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傻了，问你话呢，叫什么？我叫浮光，来自风族。我是风族上神，是风，可不是什么吞金兽。浮光，名字倒挺好听。你身体内部受损极其严重，跟当初那个半死不活的连中差不多。我需要时刻在旁边观察，免得你一不小心在梦里把自己弄死了，那我先前用的药可就彻底亏大了。所以，我在这住下来，你没意见吧？恩公乃此间主人，浮光受此大恩，自是没有意见的。浮光，你刚才叫我恩公，可是小叛龟以前寄进来的那些画本上说，一般在故事里被叫做恩公的人，最后都是要成为相公的。他还没把下一步寄给我，所以这相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也不是所有被叫恩公的人最后都会变成相公的。为什么？难道我比画本里写的那些人差吗？连钟明明都跟我说了，我是最强的，外面的人根本没一个能打得过我。既然那些平庸之辈都能做，我为何做不得？恩公，行了，你以后直接叫我谢长流就行。连个相公都做不成，这恩公听起来也没多大用处。可见那画本里写的东西果然都是骗人的。长流先生好似对这世间常理不太了解，你难道从未离开过这修罗道去外面看看吗？我自打在这修罗道生出神识意识开始，就一直待在这里了。这修罗道中收容镇压着整个三界的混沌之气，极不稳定，必须得有人世世代代守在这里，不然一旦这股混沌力量外泄出去，三界世间将再无宁日。不过叛龟的话本里说，这叫使命。长流先生真的很了不起，可是独自一人被困在这死寂的修罗道万万年，长流先生，你平日里很孤独吧？
你这小姑娘，说话还挺会往人伤疤上戳的。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你说的也没错。在遇到连中他们之前，我确实很孤独。那在他们来之前，你每天都做些什么？修罗道中除了一片混沌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每天无事可做，就只能漂浮在半空中，无聊的去数那些由黑气凝聚而成的团子。这修罗道的入口虽然有很多，但每个入口都伴随着巨大的力量波动。外面的人大多胆小不敢靠近，但他们又好奇，所以经常会有人往入口里投进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。有一次，我就数着黑气，突然被一本从上面扔下来的画本砸中了头。那里面画着很多我从未见过的山川寒河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修罗道之外的世界。画本？而且那本画本的扉页上还画了一个挂着眼泪正在哭的小姑娘，画得极其笨拙，却哭得好生可怜。她衣服的裙摆上还提了2个字。后来还是连中进了这修罗道，教我识字。后来连中告诉我，那2个字是浮光，他说那是日照之光的意思，代表着希望。画着哭泣小姑娘的公教本，裙摆上写着浮光，这画面怎么会这般熟悉？那本砸中谢长林的画本，不会是我当年被父君训斥后赌气扔掉的课业本吧？我儿时不爱读书，却极其喜欢云游，总是缠着父亲带我出去玩。有一日我从外面回来，父君黑着脸骂我不求上进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书堂的先师把我先考只考了8分，还在课业本上乱画的事儿告了密。虽然我理亏，但我当时伤心坏了。我跑到了一个无人的石头洞口，画了个正在哭的自己，把本子扔了进去。现在看来，砸到谢长心头的那本画本就是我扔的。长流先生，那其实是我儿时的公怪本，是浮光儿时不懂事，竟然砸到了先生，还望先生莫怪。不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浮光，那你还记得你在这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吗？我自然记得，那个石头洞极少有人知道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我一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就会在那本子上画2笔简画，揉成纸团，顺着那石头洞扔下去发泄。是啊，自那以后，我每日唯一的乐趣就是守在洞口，眼巴巴地等着那些纸团掉下来。有时2-3天就会扔下一个，有时等得我都焦急了，大半年都不会有一个。我就这样在一张张被你揉成团的纸上，看着那个爱哭鼻子先考只考了8分的小姑娘，一点一点长成了手拿长剑一姿飒爽的神女。但是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，那个爱哭的小姑娘和仗剑天涯的神女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抱歉，因为后来那处石头洞，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只记得那之后，修罗道上空突然传来了漫天的神鸦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数想要探道的陌生人，可他们太弱了，初入修罗道根本承受不住这里混沌之气的侵蚀，几乎在瞬间便在我的眼前化成了飞灰齑粉。长流先生，你可知，因为修罗道的入口太多，我能发现一个石头洞，自然也有别的心怀鬼胎之人能发现。那时的修罗道，在外界还不叫修罗道，而是被称为神灵墓。当时不知是谁传出的消息，说神灵墓中藏着万千宝藏，只要能进入墓中，便可一日顿悟，得道成仙。一时间，3界之人纷纷红了眼，发疯般寻找神灵墓的入口。即使他们的寿命早已与天同齐，却仍旧不满足，因为未知对他们而言，
永远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但他们想象中的得道宝藏根本不存在。那些进入神灵墓的人，就如你所见，再也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。那一个个入口，在世人眼里，渐渐变成了一张张会吞噬生灵的血盆大口。因为神灵墓的出现，导致三界彻底动荡不安。为了平息大乱，3位尊上最终商议，将神灵墓入口定为禁地，用大阵永远封印在三界交界处。自那以后，神灵墓便彻底成了三界禁地，被几位尊上联手封印。我的那个石头洞，也再也不能任由我来去了。难怪，后来我又在洞口等了很久很久，把以前攒下的那些纸团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再也没等来新的。那之后呢？这修罗道怎么变成了现在的模样？后来，修罗道上空突然就暗了，不仅没有了你扔下的纸团，反而开始掉落源源不断的垃圾。我这人一向喜欢干净，看不得那些脏东西，所以就在外面布了一道结界。那些垃圾一掉下来，就会被我结界内的黑气团子直接吞噬带走。大概又过了3000年吧。突然有一天，整座修罗道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，地动山摇，这里的混沌之气也变得躁动不安，四处横冲直撞。那时候，天地开始崩塌，空间也一点一点的瓦解。我知道，那是天罚的预兆。天罚？对，我当时以为，我和整个三界都要彻底完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天罚进行到一半，却突然莫名其妙的停了。停了？不仅停了，修罗道的入口处还突然掉下来一个穿着红衣的男子。他当时受了极重的伤，元神都快散了。那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这不是从没在这鬼地方见过活人吗？我有些不舍得他死，所以我就出手救了他。长留先生真是个好人呢。涂山秋秋以前告诉我，一个女孩要是对你说你是好人，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好话。她说这叫发好人卡。涂山姑娘的想法还真是与常人不太一样。所以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那照长留先生的意思，您其实不是个好人。等等，你这话听着怎么感觉也有点怪？浮光，你小时候很可爱的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呆了？或许是看着父母为了风族而死，我在光秃秃的桃树下坐了一整夜的时候吧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母，不过听秋秋他们提起过，说他们是世间最好的人。长留先生，浮光，下次可以试着叫我谢长留吗？总觉得你的称呼很奇怪。好吧，谢长留，我在修罗道待了很久，身体的暗伤都被谢长林治好了。期间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那里贴满了一墙皱巴巴的纸。我才知自己随手的发泄，竟被谢长林当成了珍宝。吞金兽，你身体修为都已经恢复了，应该快要走了吧？谢长留，你有没有想过跟我一起去修罗道外面看？我走了，修罗道没人守着，那些混沌之气用不了多久就会冲出去蔓延三界，
危害世人，我不能走。但明明有其他办法可以封住混沌之气的，你房间里那些自创的强力大阵不就可以吗？你不是封不住，只是你从来不愿去尝试。你害怕万一失败了，连你心中这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。你更害怕自己真的永远出不去。我曾对父母说过，将来要带一个人在桃花盛开的时候去见他们。算算日子，风族的桃花应该快开了。若你愿意，明日我会在修罗道的洞口等你。谢长流，你要来啊？他终究还是没来。浮光丫头，别看了，你瞧，今天这通往外界的通道是不是格外的安宁？确实，平日里这里的混沌之气最是狂暴，今日为何如此温顺？傻丫头，这是谢长流昨晚不眠不休，用法力把所有的混沌之气都驱散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就为了送你平安出去。他竟然……浮光丫头，你别怪他，谢长树这人其实很好的。当初我在浮梦水域求死，本想着就这么身死魂消，是他顶着折损修为的风险，硬生生把我从死人堆里拉了进来。我跟莲中本就是不偏道所容的存在，也是他给了我们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机会。哎呀，某人啊，把自己新家练成的法器都送给你了，全身上下嘴最硬。放心吧，他只是在这黑漆漆的地方待得太久了，害怕走出去，总有一天他会想通的。我相信他。浮光丫头，这个通道外连着浮梦水域，我跟莲中出不去了，你替我将这个再给盼归，告诉他，是娘亲对不起他，不能陪在他身边。但爹爹和娘亲真的很想他，也特别爱他，让他和青青在外面好好的过日子，将来啊，生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狐狸崽子。涂山姑娘放心，浮光一定将信带到。见过浮梦水地之主，完成涂山姑娘所托后，我直接回了神界。彼时正好赶上神界1000年一次的四方宴，四族齐聚，美酒佳肴，好不快活。风族的席位上，肃静游刃有余地应对着众人，他旁边的阿芝温婉可人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他们带来的风族人，无一不是当初站在我父君对立面的。素锦被一口一个族长叫得多开心啊！我隐匿了气息，悄然离开四方宴，回了风族。守门的人早就换了一批，看样子应该是阿芝的族人。他们在我风族门口烧肉喝酒，原本神界最清新淡雅的地方，变得一片乌烟瘴气。谁？站住！有人闯府，一拥而上，杀了他！今天我就用你们的血洗我风族大地！我一路杀进风族火牢，彼时已没有多少活人了。族长，真的是您还活着！莫阿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您可算回来了。当初肃静仙君昭告神界，说您畏罪自刎，跳了那修罗道。族中几位老人们根本不信，齐齐去找他要个说法。那后来呢？长老们呢？结果
结果阿赤那个心狠手辣的白眼狼直接带人动了手，对长老们是杀的杀，废的废呀！剩下活着的族人全被他们无情的关在了这炼狱般的火牢之中。那您为何会来当这看守？老婆子，我是怕他们对族里那些无辜的娃娃们下毒手啊，这才豁出这张老脸，自请带着人来守着牢狱，好歹能护着他们一。穆阿婆，你先出去，一定要护好他们。好，老婆子这就带孩子们走。可是族长，您呢？我去救福林。族长，福陵少君就在最里面的密牢里。阿川那个毒妇，他终日欺辱少君，想让他交出凤神珠，少君誓死不从，被折磨了好久，已经快撑不住了。阿芝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今天又是什么？毒虫、剜肉，还是再断我一指啊？阿姐，是你吗？阿姐，对不起，福林，是阿姐没有照顾好你，是阿姐回来晚了，对不起。阿姐不哭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我不疼的。不对，阿姐快走！苏静在此处设了埋伏，真是有远见，还真有人来救这小子。听他叫他阿姐，这人莫非是前任族长？可这丫头不是说他死了吗？管他是谁，杀了吃掉！阿姐快走，别管我，你快走啊！不用走。去给素锦和阿玲传信，让他们滚来受死。我这就去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阿姐，你的修为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阿姐以前修炼可不是白修的，之前只是被阿芝那个毒妇暗中下了毒，神力一直被压制而已。现在在修罗道中把毒解开了，修为自然就彻底恢复了。阿姐，那你现在到底有多厉害？若单论神力修为，现在就算是打趴神界其他3位族长，也完全不是问题。你怎么敢！那是浮光上神，他不是害怕了，生怕我手一抖折断了你的脖子。阿芝，你太高看自己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死得这么容易？浮光，你罪孽深重，现在收手跟我去受罚，本尊自会从轻处理。诸位来的正好，刚好见证一下我风族清理门户。浮光，你别逼我！这就受不了了。你们袖手旁观之时，可曾想过我风族惨死的长老们，还有我被折磨的阿弟，他们受过的罪可比这1000倍万倍。
你怎会变得如此恶毒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浮光吗？素锦，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真是蛤蟆跟着甲鱼转，你装什么王八孙子？你既不听劝，我只好亲自动手了。朝！让了你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打不过我，真丢人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浮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若是他干脆点死战到底，我还高看他一眼，但他这软弱乞怜的模样，真是不如阿芝。我没想杀你的浮光，你知道的。我只是想把你送进人界而已，我根本没想杀你。是他，都是他背着我干的。风族长老也是他杀的，他还想杀了福林和风族那些小孩，是我救了他们，都是他的错。你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曾经半点光风定月的影子？别杀我，素锦害怕师父。放心，我怎会舍得杀你呢？我不杀你，我会让你活着比死还痛苦。浮光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各位，他如今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，若是任由其发展下去，这四族之首的位置怕是就要拱手让人了，不知各位可甘心啊？但他刚刚与我大战，现在神力消耗严重，诸位何不与我一起诛杀妖女，还神界太平？审判官大人说的对，风族女君已然入魔，今日不除，神界难安。对，我等今日便为了神界清理门户，诛杀妖女。诛杀妖女！我的确消耗了很多神力，同时对上这么多人没有任何胜算。但若他们真要动手，拼个同归于尽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他撑不住了，诸位一起上，诛杀此女！是你逼我的。真是不甘心啊，终究还是没防住这个狗东西。你呀你，让你打回去，没让你不准找帮手啊？就是他们打的你是吧？谢长柳。好了，我待会儿跟你解释，你先休息，乖。前辈息怒，前辈息怒啊！这本是风族的家事，我等本无意插手的。前辈可否给个活命的机会？日后在神界见面，大家也不会伤了和气。我以前是挺喜欢活人的，但仅限于以前。我好不容易才养好的吞金兽，你们竟敢这么对他！书中说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
诸位可要守住了。活着的，限你们3日内交出大半家产，送来风族。前辈，这是为何？废话，自然是拿来平来弥补我这只吞金兽的。谁若敢少交1分，我便亲自登门去。你先前不是说不能离开修罗道吗？怎么突然来了？看到你走的那瞬间，我就后悔了。所以你……我一连几天不眠不休，拉着连中一起研究怎么加固封印阵法。可那阵法太古怪，我们失败了。我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再也出不来了。那后来呢？你又是怎么走出来的？就在我颓废不已的时候，涂山姑娘和连中那2个家伙居然在旁边毫不留情地嘲笑我。老谢，我和连中早已经把修罗道当成家了，这里是唯一能接纳我们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会走了。倒是你，何必一直守在这里？这话你说了千百遍了，知道你有人陪你幸福，你开心了，显摆什么？笨！既然修罗道有我们帮你守着，那你个单身狗还有必要死守在这儿吗？所以，连中大人的实力虽然不如你，但他待在修罗道中将近万年，早对操控混沌之气的法门烂熟于心，稳住封印绰绰有余。当初我给了涂山秋秋和连中一次重活的机会，现在他们还了我一个可以离开的选择。修罗道从此就由连中守护了，而我守着我的吞金兽就好。谁是你的？你之前不是说桃花开的时候要带我去见你爹娘吗？这凡间的桃花都开了一茬又一茬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